苏无忌离开悍马，独自行动，只带了一架无人机，已经用来把第二辆车炸毁了。而此刻，悬停在阿伯特副团长车子前方这架无人机，是王哥所操控的。这位国安的资深特工，在把车子停下之后，便迅速判断出来了阿伯特等人有可能会撤退的方向，在合适的位置埋伏着了。在一线明争暗战这么多年，这些特工可没有一个是重看不中用的傻白甜。阿伯特绝望地大吼，不过他的战斗经验也很丰富，立刻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对着那架无人机扣动扳机。可是王哥操控着无人机，忽然就降低了高度，无人机降到了引擎盖高度之下，贴着地面飞行了过来，完全处于阿伯特的射击盲区。这位佣兵团的副团长反应也是极快，立刻吼道：下车，立刻下车！2秒钟后，无人机钻到了这台皮卡的下面。轰！剧烈的火光爆燃开来。阿伯特虽然下了车，可是根本没跑出2米就被爆炸波及，整个后背被炸得血肉模糊，背部骨骼都清晰可见。啊！他浑身都在起火，疼得灵魂出窍，发出了不似人腔的惨叫。我们是毒蜘蛛佣兵团，你们死定了！阿伯特喊道。苏无忌此时已经直接从楼上跃下，来到了对面的街道上，恰巧听到了这么一句。他对王哥的方向竖了个大拇指，随后从容容地对在地上打滚的阿伯特补了一枪。毒蜘蛛佣兵团的团长名叫卡里克斯，是从米国特种部队退役的老兵，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离开米国之后，他便带着手下的一众佣兵常年在拉丁美洲活动。由于手底下的人大部分都曾经在黑暗世界混过，甚至有一些还加入过天神势力，战斗力很强，南美军阀手下的那些所谓正规军根本没法对他们造成任何的麻烦，因此毒蜘蛛的任务完成率极高。这一次他们提前得到了情报，据说毒枭卡瓦雷可能会和暗影天王有合作，所以在接下古铁雷斯的超高价雇佣之后，卡里克斯便直接带着手下对着卡瓦雷发起了闪电战。古铁雷斯乐见其成，这既能对付老对手卡瓦雷，又能以此逼得暗影天王现身，实在是一箭双雕的事情了。卡里克斯团长，怎么了？在古铁雷斯的豪华别墅里，卡里克斯面色凝重，把雪茄狠狠摁灭，因为他清楚地听到了副团长阿伯特在爆炸之后所发出的惨叫。那惨叫声中蕴含着无穷的痛苦，让人头皮发麻。现在2辆车8个精锐手下全部失联，有一支小分队被团灭了。卡里克斯的眉头皱起来，据我推断，应该是和暗影天王遭遇了。他已经把毒枭卡瓦雷的几个秘密武器库全部找出来了，准备先打掉这些地方，然后直接推进对方藏身的庄园。计划非常好，但苏无忌提前出现了，正好调集兵力干掉他。古铁雷斯非常相信毒蜘蛛佣兵团的实力。卡里克斯团长，我的手下也都可以由你来指挥，只要能干掉这个难缠的家伙，我付出多少金钱都可以。古铁雷斯本来没那么看重苏无忌，可是当组织因这个人而对他进行切割之后，他才意识到对方居然那么难对付。卡里克斯并未立即回应，而是起身踱步。思考了2分钟之后，他才打开通讯器说道：阿伯特副团长战死，黑猪小组和白猪小组
继续保持对卡瓦雷庄园的进攻，要一直保持施压状态。红猪小组和蓝猪小组从华雷斯西北角到苏摩庄园沿线进行布控，发现有武装车辆，不需请示，就地拦截。另外，叶珠带领你的小组保持机动。卡里克斯说道，我要你们变成华雷斯大地上的幽灵，游荡在暗影天王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黑猪、白猪还是红猪、蓝猪，这4个小组都是毒蜘蛛佣兵团的常规部队，唯有夜猪和他所率领的小队称得上是这一支佣兵团里的特种部队。布置了命令之后，卡里克斯说道，古铁雷斯先生，请你安排手下所有的战斗力，把这庄园层层保护起来，诱导暗影天王朝着这边进攻。另外，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请你通过秘密方式离开这个苏摩庄园。古铁雷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说道，你的意思是，我明白了。卡里克斯说道，古铁雷斯先生，对方的外号叫暗影天王，是战场上如同鬼魅一般的影子，和他硬碰硬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而当你在华雷斯消失，乃至整个墨西哥都找不到你的时候，暗影天王自然而然地会把矛头对准你的组织。这家伙明显非常聪明，知道主要矛盾在哪里，能把一个佣兵团做得那么大，身为团长的他自然十分懂得借力打力。古铁雷斯听了之后说道，这庄园里有地下道，直通10公里外的码头。卡里克斯团长，你要和我一起走吗？卡里克斯很认真地回答，不，我要留下来，和暗影天王真真正正地对抗一场。古铁雷斯一边收拾随身要带的武器，一边说道，为什么？卡里克斯笑着说道，因为整个拉丁美洲已经很难找到让我热血沸腾的对手了。我是个天生的战士。我很佩服，祝你好运。古铁雷斯正准备转身离开，可是这个时候，一道带着浓浓嘲讽之意的声音忽然在门口响了起来。呵呵，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佣兵团长而已，还能认为美洲没有你的对手浅薄幼稚，可笑。听到了这声音，卡里克斯和古铁雷斯皆是控制不住的打了个哆嗦，因为他们根本没感觉到有人悄无声息地接近了这客厅。此时站在别墅客厅门口的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人，他戴着一个大兜帽，脸庞几乎全部隐藏在帽子的阴影之下。古铁雷斯瞬间拔出了腰间的左轮手枪，指着对方，你是谁？怎么进来的？这个庄园的防御这么严密，从外到里层层把守，对方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这里？门口的精锐手下们都是摆设吗？卡里克斯团长也往后退了2步，他本能地拔出了枪，但想了想，并未把枪举起来。我劝你不要用枪指着我，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别人这么做。这个黑袍人开口说道。下一秒，他那藏于黑袍袖子下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似乎有一道寒芒一闪即没，速度极快。啊！古铁雷斯当即发出了一声痛叫，他立刻丢掉了枪，看着血流如注的右手，疼得脸都变形了，因为他的小拇指已经被削断了一截，带指甲的那一截手指已经掉落在地上了，整个小拇指只剩下了2/3。扭头一看，那一道寒芒竟是一把细窄的飞刃，此刻已经有一大半都嵌入了客厅的墙壁之中。卡里克斯见状，立刻把手里的枪给丢掉了，
双手举在身侧。他身经百战，自然已经意识到眼前的神秘黑衣人绝非自己能抗衡的。黑衣人看了他一眼，冷笑着夸奖了一句：还不错，你挺有眼力劲的，怪不得能在混乱的美洲活那么久。你到底是谁？古铁雷斯忍着钻心的疼痛，一边问着，还一边往外面看。客厅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外面的精锐手下们竟然毫无反应。不要看了，他们都已经晕倒了，我手下留情，没要他们的命。黑衣人摘下了大兜帽，露出了一张戴着黑色面具的脸。这张面具覆盖了面部的2/3，只有嘴巴和下巴暴露在外。单看那嘴唇周围的皮肤，此人应该还比较年轻。你还没说你是谁？古铁雷斯说道。我是你的老板，还问我是谁？黑衣人说道。你是组织派来的？古铁雷斯反应了过来，战战兢兢地说道：你们不是与我做切割了吗？兄宇说过，我的所作所为从此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兄宇，他又算是个什么东西？黑衣人提起这个名字，露出不屑的冷笑。加入黑渊裁决庭没多久，还真以为这里是他说了算的地方了。他的话语里全是看不起和瞧不上。黑渊。卡里克斯团长的身体狠狠一震，眼睛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你说的难道是传说中的禁锢黑渊？黑衣人冷笑了2声。你挺懂的，不错。古铁雷斯倒是有些茫然。什么黑渊？卡里克斯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古铁雷斯先生，你居然不知道，你为之服务了这么久的组织是强大的禁锢黑渊。古铁雷斯捂着流血的手指说道：你们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我只知道我被组织放弃了。黑衣人说道：我告诉你，裁决庭不能代表黑渊，兄宇更不能代表黑渊。现在的黑渊我说了算。古铁雷斯先生，传说中禁锢黑渊已经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存续时间甚至比欧洲的亚特兰蒂斯家族还要早。卡里克斯团长的声音里带上了非常明显的波动。我这些年听过一个传言，黑渊若是限于时间，必将一统黑暗世界。黑衣人微笑着说道：你说的对，现在就是让黑暗世界再禁锢黑渊脚下匍匐颤抖的时候了。他随后看向了古铁雷斯。人都转移到哪里去了？古铁雷斯一愣。什么人？这时候卡里克斯感受到了裤子口袋里手机的震动，说道：不好意思，我去一下卫生间。在去卫生间的时候，他随手把一个小东西放在了花瓶的后面。就在禁锢黑渊出现了一个新的年轻代表人物之时，苏无忌和王哥已经重新坐回了悍马车上。和失踪人员有关的重要线索一定就在古铁雷斯那边。王哥难得加重了语气说道：我能感觉到我们在一步步地接近真相，答案就在这次。苏无忌可没有怀疑这样的判断。对于这种常年待在一线的资深特工来说，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往往在关键时刻是能够救命的。是的，目前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古铁雷斯的身上。苏无忌也是这样认为，此刻有些振奋。我们快要找到他们了，这次一定。他们找不到禁锢黑渊在哪里，而古铁雷斯忽然站出来进行愚蠢的灭口行动，相当于此地无银300两了，直接把他的这条线给暴露了。这时候王哥的手机响了，
毒枭卡瓦雷那边打来了电话。王先生，请你们派人来支援我。卡瓦雷的声音里带着惊慌。这些雇佣兵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的人马不断减员，现在伤亡已经过100人了。他的所有秘密弹药库都被毁掉了。黑猪和白猪2个小组对卡瓦雷的家族庄园压着打，火力极猛。这群佣兵们彼此之间配合默契，战术得当。卡瓦雷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仓促应战之下被打得晕头转向。他的那些手下们即便尝试着往外面突围，也是刚一露头就被几个狙击小组给联合秒杀了。甚至就连卡瓦雷庄园里的一架2手武装直升机才刚刚起飞，就被毒蜘蛛佣兵团用2枚 RPG 生生干下来了。王哥说道：卡瓦雷先生，请你多支撑一段时间，我们……他本想说我们即将要打下古铁雷斯的庄园，可这时候苏无忌把手机拿了过去，接过了话头。给你请来的支援力量马上就要到了。什么支援？卡瓦雷愣了一下，问道：你等等就知道了。苏无忌喊道。卡瓦雷的态度瞬间转变，一下子怒了：华夏人，你们要是敢玩我，我一定让你们的特工全部走不出墨西哥的国境。苏无忌冷冷一笑：卡瓦雷先生，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你说出这种威胁的话不太好吧？王哥其实也愣住了，这10来个小时之内2人始终在一起，可他是真的不知道苏无忌搬了什么援兵来。卡瓦雷还在放着狠话呢：华夏人，我是因为你们才遭遇了今天的麻烦，如果……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庄园外面的枪声忽然就停止了。毒蜘蛛佣兵团的进攻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又等了半分钟，还是没有枪声响起来。卡瓦雷非常意外，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忌呵呵一笑：卡瓦雷先生，你看我并没有欺骗你。卡瓦雷真是能屈能伸。我刚刚的情绪有点激动，华夏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是永远的兄弟。希望卡瓦雷先生永远记得你说的话。苏无忌挂断了电话，他随后笑着说道：王哥，你说的没错，这些毒枭都是背信弃义的混蛋玩意，他们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王哥非常惊喜，问道：你什么时候留了个后手？苏无忌咧嘴一笑：咱们俩把毒蜘蛛的那2台车炸毁之后，我就联系了一个熟悉的女性朋友，帮我给这个佣兵团长打了个电话，他跟 CIA 那边比较熟悉。王哥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啧啧说道：最难消受美人恩，下次这人情得好好还一下了。苏无忌回想着之前对海伦娜终止对狙的场面，苦笑着说道：那我还是躲着点走吧。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为什么要躲？楚那什么男之身都已经被破了啊，自己又不是喜欢被动的小受。要是再见到海伦娜，得让她好好见识见识华夏男人的威风。众所周知， CIA 在非洲的活动频率很高，可在拉丁美洲，他们的话语权甚至还要更强一些。毒蜘蛛佣兵团很厉害，卡里克斯团长很嚣张，但是他却不敢不听 CIA 的话，尤其是给卡里克斯打电话的还是黑水的新任副总裁。在经过了德弗兰西岛和非洲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再加上张伯伦的力挺，海伦娜火箭般的升职到了黑水公司的副总之位。
此时，在苏摩庄园的卫生间里，卡里克斯放下了电话，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刚刚偷偷地给手下下达了全部停火的命令。既然禁锢黑渊已经亮相了，那么就让他们跟暗影天王硬碰硬去。自己的毒蜘蛛佣兵团要是得罪了 CIA， 以后还要不要在美洲混了？当然，如果自己不按照电话里那个女人的意思办， CIA 也并不至于真的派黑水公司的行动组来追杀毒蜘蛛。但在这块地界上讨生活，谁不愿意跟黑水搞好关系呢？卡里克斯自己也是从米国特种部队退伍的老兵，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光是从对方手指缝里漏下来的订单，都够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了。过了好几分钟，这位佣兵团长才回到了客厅，而那位黑渊的年轻代表人物正坐在沙发上，而古铁雷斯满脸大汗地站在旁边，一旁的手下正在给他的断指上缠绕着纱布。两人看到卡里克斯出来，便同时止住了话头。客厅里又多了4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人，个个气势凌厉，想必也是来自于黑渊。卡里克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躬身说道：大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黑衣人说道：你可以叫我罗森大人。卡里克斯总觉得对方有些自傲与嚣张，可是一想到对方那一手出神入化的飞刃攻击，再想到对方年纪轻轻就能代表传说中的禁锢黑渊，便觉得这骄傲也是理所应当。卡里克斯躬身问道：罗森大人，请问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听了这句话，罗森微微抬头，斜眼看了他一眼，从嗓子眼里发出了一道声音：请团结，无蛇之死。这语气里明显透着不满之意。旁边一个身穿战斗服的男人走了过来，他一把揪住了卡里克斯的领子，冷冷说道：站好。听了这话，卡里克斯稍稍愣了一下，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对自己说话了。他本能地反手握住了腰间的匕首，然而那身穿战斗服的男人却抬起了手，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在正反手抽了2耳光过后，这男人盯着卡里克斯，冷冷说道：大人要做什么？需要你来质问吗？立刻向罗森大人道歉。卡里克斯觉得自己遭受了无妄之灾，他忍了忍，松开了匕首的刀柄，深吸了一口气，把眼睛里的怒意藏起，躬身道：对不起，罗森大人，是我的错。罗森抬了抬手说道：滚吧，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卡里克斯的脸都被打肿了，眼底含着愤怒，拔腿就要往外面走。这种事儿他才不要参与，给多少钱都不干。然而就在走出门之后，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加快了脚步，边走边给叶珠发了个消息：敢打我的脸，就算你是黑渊的人也不行。发完了消息，卡里克斯咬牙切齿地收起了手机。然而就在这时候，罗森忽然远远地开口叫住了他：你回来。卡里克斯佯装没听见，连头都没往回转一下，继续向外走。毕竟他刚刚给夜蛛小组所下达了攻击命令，如果被执行了，那么他自己待在这里也会有危险。唰，一道破空声响起，卡里克斯身形一震，脚步立即停下来了，因为他赫然看到一柄飞刃插在了自己面前的柱子上，距离自己的侧脸只有10公分，那石柱都因此而瞬间开裂了10几公分。我说让你回来。罗森淡淡说道。于是卡里克斯只能硬着头皮
走回去了。而这个时候，远空忽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罗森的眸光一凝，坐着没动，而他的4个手下已经迅速冲出去查看情况了。卡里克斯的心为之一紧，说道：这飞机不会是暗影天王打过来了吧？他觉得夜诛小组的动作应该没那么快。6架固定翼飞机从远空而来，从苏魔庄园上空并排飞过，距离地面大概50米左右。这并不是攻击机型，只是普通的轻型飞机。庄园的守卫们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并没有立刻开枪。可是，一些金属圆球状的东西却被从这6架飞机上丢了下来，滚落在庄园里。轰轰轰轰轰！这些金属物居然全是手雷。6架飞机一共扔下来了上百个。一时间，庄园里烟尘弥漫。这些飞机全是精准投放，下面的守卫们被炸得人仰马翻，惨叫连连。非常原始的攻击手段，效果却是极好。这一波攻击过后，伤亡人数起码在30个人以上。这6架飞机上的人全部是王哥在墨西哥的同僚。国安的特工来了，他们平时在这个国家里隐姓埋名，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与身份，此刻终于能稍微展现一下身手，释放一下在心中积蓄已久的压力了。不过也只是简简单单的炸上一轮而已，这6架固定翼飞机便飞走了。不然等古铁雷斯手下们缓过来，单兵火箭筒就要安排上了。此时太阳落山，夜色渐浓，苏魔庄园里已经变得一片混乱，完全失去了平日里的秩序。古铁雷斯站在罗森的旁边，咬牙切齿地说道：大人，一定是暗影天王来了，请大人出手拿下他。罗森都没起身，他的手里正摩挲着一把细窄的飞刃，嘲讽一笑：暗影天王来得正好，我把他的脑袋带回去，让裁决庭好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么废物。可就在他的话音落下之后，外面陡然传来了一声枪响。一个站在庄园门口的守卫直接被打中了胸口，扑倒在地。旁边的守卫看了一眼同伴的尸体，随后立刻举着望远镜观察，喊道：有狙击手出现在正对大门的方向。他喊完了这一声之后，还没来得及隐藏，第2道枪声便已经响起。一发子弹直接打碎了这名守卫的望远镜，钻进了他的脑袋里。华雷斯的城市面积并不算大，如果暗影天王朝着这边全速赶来的话，现在差不多已经来到了。在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古铁雷斯的心脏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在经过了一轮从天而降的手雷轰炸过后，庄园里已经变得一片混乱，而此时门口的守卫又被狙击手极为精准地挨个点名，古铁雷斯的队伍立刻变得人心惶惶，很难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有效抵抗。不过这次前来进攻的狙击手数量好像并不算多，枪声只是零星地响起来。毕竟夜色已经降临，狙击手非常容易因枪口的火光而暴露，开枪之后必须迅速转移位置。古铁雷斯非常恼火，对手下喊道：我们的狙击手呢，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拿起你们的枪，去和他们对狙！一群废物！罗森摇了摇头，一挥手，对自己的手下们淡淡说道：你们去解决。得到命令，他的4名黑衣手下立刻离开了客厅。他们的速度很快，分别朝着4个方向冲出去，很快便消失在了混乱的人群中。此时王哥端着狙击枪，
刚刚换了个狙击位，正准备继续射击呢。无忌，小心点。王哥透过瞄准镜观察着苏魔庄园里的情形，对着通讯器说道：目前庄园的西北侧比较混乱，防御更弱一些。他是在给苏无忌提供着火力牵制。王哥你也当心点。苏无忌的声音响起来，叮嘱道：别被近战高手摸到身边去。他也有一种直觉，打到了现在，自己和黑渊好像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或许就在前面这个庄园里，已经有黑渊的禁卫级人物来到了。黑，放心。王哥说着又开了一枪，子弹跨越400米的距离，把一个刚刚爬到房顶上的敌方狙击手打得摔了下去。苏无忌手里握着格斗军刀，已经翻身进入了苏魔庄园。他并没有立刻深入，而是在路边的树林里静静地等待着。就在10分钟之前，6架飞机从50米的高空掠过庄园，在丢下上百枚手雷的同时，已经完成了对这一片地形的航拍。苏无忌把航拍图的所有细节熟记在心里之后，才选择了孤身潜入。这时候2个守卫从他的身前快步走过，苏无忌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他们的身后，直接把一个家伙的脖子拧断了，随后手里的格斗军刀扎进了另外一个守卫的胸口。苏无忌将这2人的尸体拖进了树林。1分钟之后，一个穿着守卫服装的华夏青年从树林里走了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黑影从苏无忌的身边一闪而过，身形看起来极为轻盈，脚尖在地面上点了2次，便越过了整片树林，直接飞掠出了院墙。看此人的去向，竟是王哥所隐藏的区域。而这时候，远处的火光一闪即没，庄园里的一个守卫被一枪爆头。苏无忌低声喊道：王哥现在不要开枪，快更换位置。提醒了这一声之后，他也重新翻出了庄园的院墙，迅速追了上去。枪响之后，那一道身影突然加速，犹如离弦之箭，瞬间便射出去老远，直奔刚刚枪口火光所出现的方向。这就是罗森所带来的4个手下之一。然而这时候此人的脚步忽然间微微一顿，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一道凛冽的杀机忽然从自己身后出现。在感受到了这杀机之后，黑衣人想都没想，往旁边猛然一扑，唰，紫色的剑芒已经从他的身侧斩过，犹如一道紫色闪电一般，似乎凌厉到可以切割一切。剑光所过之处，草屑混合着泥土纷飞，前方的一棵树都被斜着劈成了2截。这一剑过后，苏无忌和这黑衣人都有些意外，毕竟在苏无忌看来，自己这一剑完全可以伤到对方，可居然还是被他提前躲开了。此人的移动速度极为惊人，而那黑衣人则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在同行的4个人里，他的身法技巧和躲避能力算得上是排在第1位的。可是自己明明都已经完全躲开了，可那紫色剑芒却是快到了极致，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斩过，甚至连肩膀的衣服都被削掉了一片。这黑衣人刚刚翻身而起，苏无忌就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强悍的力量灌注到双臂之上，重拳接二连三地落下。这时候苏无忌追求杀伤效率，攻击力简直是不讲道理的爆发。那个黑衣人虽然实力不错，但却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2人的交战确实引起了一些气爆声，但是王哥在这个时候不顾自身危险，选择了继续开枪，枪声把气爆声完美地掩盖住了。
10几秒钟后，这个黑衣人终于被苏无忌的狂暴乱拳给轰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10几圈。在绝对力量和攻击速率上，他虽然已经相当强悍了，但和苏无忌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就在此人翻滚的时候，苏无忌冲了过来，大臂一扬，一道紫色光芒骤然间闪过，直接在他的胸腹之间劈出了一道血光。你是黑渊的人啊？苏无忌问道。这一刻，他的声音里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波动。终于再次接触到了禁锢黑渊，这就意味着距离真相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对方没有回答，翻身而起，从腰间拔出了2把短刀，朝着苏无忌攻了过来。然而他胸腹之间的伤口确实有些严重，足足有10几公分，明显影响了此人的行动速度。他的2把刀还没来得及挥到苏无忌的身前呢，那一道紫色光芒就将他的腹部穿透了。苏无忌的力量顺着剑身爆发开来，劲气四射，把这黑衣人的腹腔之内搅了个稀巴烂。你们这次一共来了几个人？是谁带队的？苏无忌问道。那个黑衣人疼得浑身颤抖，但是嘴巴依然很硬。你死定了！敢得罪禁锢黑渊，你在全世界将不会再有任何藏身之地。不愿意说啊！苏无忌把紫色长剑抽了出来，说道：“你不说也没问题，我自己来找答案。”说着，他的大臂一挥，紫色长剑从对方的咽喉间划过，一颗脑袋旋转着飞了起来，鲜血泼洒了一大片。苏无忌飞身跃起，一把抓住了那个死不瞑目的脑袋，再度朝着苏魔庄园杀去。无忌谢了。王哥从狙击枪瞄准镜里目睹了这一场激战，心中自然明白是苏无忌救了自己，不然以那个黑衣人犹如鬼魅般的速度，一旦被他靠近，自己断然不可能生还。而就在这个时候，周遭的枪声忽然密集了一些，那些从庄园里冲出来的守卫竟是接二连三的倒下。显然此刻来了不止一个狙击手。半分钟后，枪声变得更加密集了，在附近起码出现了3挺机枪，已经开始对着庄园疯狂地倾泻着子弹了，场面瞬间就热烈了起来。王哥愣了愣，明显有些疑惑：怎么回事？无忌，是你叫来的帮手吗？苏无忌拎着黑渊高手的脑袋一路狂奔，说道：不是我啊，但也不一定是有接。明白，子弹不长眼，你当心点。王哥叮嘱道。哼。话音落下，苏无忌已经翻身进入了苏魔庄园。他的速度虽然极快，但每一步皆是小心谨慎，毕竟自己还穿着古铁蕾丝守卫队的衣服呢。外面新来的援军一通乱射，自己说不定也得被子弹咬上一口。在听到了那极为密集的枪声之后，卡里克斯团长知道那是自己的夜蛛小组来到了。之前他被罗森的手下抽了耳光，因此怀恨在心，准备让手底下的队伍给这苏魔庄园造成一些混乱，多杀几个人泄一些愤。当时下达了命令之后，卡里克斯团长本想抽身而走，却没想到被这个罗森给强行留了下来。他现在甚至连通知夜蛛停手的机会都没有。就在这时候，轰！剧烈的爆炸声在后院响起，有人用单兵火箭筒直接轰了进来。这别墅的玻璃立刻被震碎，呛人的烟尘和硝烟味道已经涌进了客厅。这个夜蛛差点把本团长炸死。卡里克斯在心中说道。然而罗森却丝毫不慌，
他微微转过头，看着卡里克斯，声音冷淡无比：“你干的？”“不。”卡里克斯连忙否认：“不是我。”罗森虽然行事嚣张，但却并不是个草包。他呵呵一笑，说道：“不管是不是你干的，这些人都已经死定了。”就在这时候，卡里克斯分明听到密集的枪声忽然开始变得稀疏了起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机枪阵地被人干掉了。外面3道幽灵般的身影正在迅速游走于夜蛛小组的攻击阵地之上，这正是罗森剩下的3名手下。以他们3人的近身战斗力，夜蛛小组就算是能力再强，也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罗森清楚地看到了卡里克斯的表情，摇头笑了笑，转头对古铁雷斯说道：“古铁雷斯，你这个蠢货，居然找了这么一个喜欢背刺的人来合作。”“我没有背刺，罗森大人，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卡里克斯这时候自然必须要否认。罗森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的人已经告诉我了，外面这些人穿着的都是毒蜘蛛佣兵团的衣服。”他的耳朵里显然带着通讯器。卡里克斯的脸一下子白了几分。古铁雷斯已经快要被整糊涂了，咬着牙说道：“卡里克斯，我出高价雇佣你们，你们在搞什么？进攻我的庄园。”卡里克斯这种时候只能否认：“不是我干的，有人在陷害我。”罗森一扬手，一道寒芒闪现，唰！卡里克斯的身体狠狠一颤，他随后低头一看，发现一把细窄的飞刃已经插在了自己的膝盖上，血流如注。“这就是惩罚。”罗森淡淡说道，似乎这把飞刃的尾部有细丝线在连接着。他伸手一拉，那把插进膝盖的飞刃又飞回了他的手中。然而这时候忽然有一个球状雾骨碌碌的从大门滚了进来，直接滚到了罗森的脚边。后者低头一看，正是自己其中一名手下的脑袋。别墅的客厅里一片寂静，把手下人的脑袋割下之后丢进来，这显然是最直接的挑衅行为。卡里克斯和古铁雷斯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有无边的怒意正在罗森的胸腔之中酝酿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这个来自黑渊的年轻高层和只剩脑袋的手下对视着，看着对方那死不瞑目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在我1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保护我了。”死掉的这个人是罗森手下4人组里最强的一个。随后罗森抬起头来，目光射向外面的夜色，冷冷说道：“给我滚出来！”这一句话犹如舌战雷霆，震得旁边的古铁雷斯本能地捂住了耳朵。然而没人出来。没错，苏无忌在远远把那个黑渊高手的头颅丢进了客厅之后，便立刻回到了庄园的树林里。在夜色和树影的双重掩盖之下，没有人发现他的身影。苏无忌并未打算立刻向这里的最强者发起攻击，而是静静等待。他也发现密集的枪声都已经停止了，一定是因为还有别的黑渊高手杀出去了。而自己激怒了黑渊那个指挥者之后，后者一定会让手下回援。苏无忌此刻的目标很简单，今天要最大限度地杀伤黑渊的有生力量。果然如他所料，别墅里的罗森此刻给剩余的3个手下高手下达了命令：瑞内死了，你们都回来把凶手找到，把他的脑袋给我割下来。 3人纷纷冲回庄园。
罗森有些自视身份，并没有亲自出去寻找，而是静静在客厅里等待着。而夜蛛小组终于缓过来一口气，剩余的组员们继续进攻。古铁雷斯的那些手下犹如一盘散沙，毫无抵抗之心，都快要跑光了。15分钟过后，一个满身是血的身影踉踉跄跄地出现在了客厅门口，正是罗森的手下。他浑身上下都在往地面滴着血，甚至脸上都有一道剑痕。大人他们都死了。这个手下说完，双膝一软，无力地缓缓跪下，随后扑倒在地，断气了。罗森攥着拳头走到了客厅门口，他低吼道：暗影天王，给我滚出来！然而并没有人回应，苏无忌就像是消失了一样，根本没有对他发起进攻。罗森咬着牙，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一定会死在我的手上。手下的4个全部死掉，对于这位黑渊太子党来说，简直是脸都被打肿了。夺权之后的第一战便遭遇当头棒喝，罗森知道，如果自己就这么回去了，从此在裁决庭面前将抬不起头来。胆小如鼠的家伙，罗森冷冷说道。他走回了别墅，竟是发现毒蜘蛛的团长卡里克斯居然已经拖着伤腿跑掉了。罗森并没有心情去寻找他，而是一把抓住了古铁雷斯。你跟我走。说完，他一把抓住了这个化雷斯的大毒枭，黑袍大袖一展，仿若秃鹫张开了翅膀，几个飞掠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下。2分钟后，卡里克斯那一瘸一拐的身影出现在了庄园外面。该死的罗森，该死的黑渊，都该送你们一起去死。卡里克斯扭头看了看，四下无人，于是靠着院墙坐了下来，喘着粗气，准备联系手下来接应自己。然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忽然在他的身后响起：告诉我，他们去了哪里？苏无忌来了。卡里克斯根本没意识到有人接近，他本能的一个机灵，拿着手机的手一哆嗦，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他一扭头，便看到了一个华夏的青年站在自己的身边。你，卡里克斯有点语无伦次了。苏无忌面带微笑地看着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今天的表现很聪明，不然的话，我们现在不会这么聊天。暗影天芒，卡里克斯问道。是我？苏无忌说道。就是你让黑水副总裁给我打电话的。卡里克斯又问道。是的，但这是我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苏无忌说道。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卡里克斯非常聪明，他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小型录音笔，递给了苏无忌。我想，他在去卫生间接听海伦娜的电话之时，特意留了个心眼，把这支小录音笔放在了转角花瓶的后面。而当时罗森正在和古铁雷斯聊着把人送到哪里的相关话题，并未注意到他的小动作。苏无忌伸出了一只手。希望我们是永远的朋友。谢谢，这是我的荣幸。卡里克斯说道。在1小时之前，毒蜘蛛的副团长还死在了苏无忌的手上。在握手之后，苏无忌当着卡里克斯的面打开了录音笔，里面传来了罗森和古铁雷斯的对话。时间倒回半小时之前。把人送到哪里的，告诉我。罗森说道。
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要死。罗森大人，那些华夏人被我扣押了2个月，然后组织来了命令，让我给偷渡送到了委内瑞拉。古铁雷斯回答道，那是温和派和裁决庭的主意，该死，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居然一直干涉激进派的决定。罗森的声音里带上了怒气。怪不得我父亲总是气要宰了他们。都是组织让我做的，我也不知道你们中间还分成了2派呀。古铁雷斯的声音里带着颤音，明显生怕自己因为组织内部2派的冲突而变成炮灰。在委内瑞拉的什么地方说？罗森的语调加重了。在安第斯山脉的矿区里，净府。古铁雷斯连忙说道，是个铁矿山。铁矿山的名字叫什么？这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情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古铁雷斯说道，你如果不说，现在就要死。罗森冷冷说道，我记得好像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旗下的矿山。古铁雷斯说道，淡水河谷的矿山。罗森忽然说道，不对。古铁雷斯说道，没有不对啊，我当着罗森大人的面可不敢有半点说谎。罗森的脑子倒是转得还算比较快。并非1年多以前，兄宇是前2天让你转移的人，之前那个华夏人还在瓜达拉哈拉，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件事。可是兄宇并未让我转移任何人啊。古铁雷斯说道。什么？罗森斩钉截铁，这绝对不可能。古铁雷斯深吸了一口气。当时他只是让我注意一些，不要被暗影天王找到，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地进行了灭口行动。没想到正在灭口的时候，暗影天王来了。罗森似乎愣了愣，随后敏锐地想到了什么，接着问道，不对，兄宇没有让你转移任何人，难道也没让你送货？这倒是有，兄宇让我送一艘货船通过了海关检查，于昨天进入加勒比海，但我不知道船上到底有什么。古铁雷斯说道，海关都是我的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组织以前也经常让我这样送船离开。两人聊到这儿的时候，卡里克斯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于是便止住了话头，录音到此结束。苏无忌听完了，心中全是振奋，激动地攥了攥拳头。但此刻虽然是夜间，但他仿若已经看到了无限的光明，仿佛已经看到了江晚星露出了幸福的笑。剩余的华夏失踪军官都在委内瑞拉的铁矿山里，而江晚星的父亲江秉辰就是在昨天那艘刚刚开进加勒比海的船上。谢谢你，卡里克斯先生。苏无忌把录音笔揣进口袋里，很认真地道了一声谢。这是他最接近真相的时刻了。我当不起暗影天王的感谢。卡里克斯挤出了一丝笑容，随后很认真地说道，天王大人能放我一马，我已经很开心了。然而当他话音落下的时候，苏无忌已经不见踪影了。这还是人吗？卡里克斯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立刻给手下打了个电话，来接我，我在庄园东南角的围墙下面，用最快的速度送我去华夏的医院。去华夏的医院？手下人对此很不理解。团长，这里明明离米国更近啊。你不懂，现在只有华夏最安全。卡里克斯加重了语气，得罪了2个庞然大物，我可不想死在他们的冲突里。华雷斯距离加勒比海的入海口有着上千公里，
如果江秉辰之前待在瓜达拉哈拉纳托街区的话，那么他在毒枭冲突之后就到了坎昆等沿海城市，并不是待在华雷斯。但现在看来，此次来到华雷斯收获极大。苏无忌见到王哥之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抱着对方好一会儿才说道：加勒比海查一下这2天有多少船只进入了加勒比海，江司令就在其中的一艘货船上。王哥立刻安排手下的特工去调查，同时驱车带着苏无忌前往了那个小型机场。在车上的时候，苏无忌打电话给了艾米拉，让他进入墨西哥海关的内部系统，查一查所有船只的相关信息。王哥明显很激动，开车的路上都要握不住方向盘了，油门踩得时深时浅。40分钟后，一架固定翼飞机飞入夜空，径直飞向加勒比海的入海口。苏无忌看着外面的夜色，打了个电话：历任大队全体集合，目的地委内瑞拉安第斯山脉。根据古铁雷斯和那个黑渊罗森的对话，剩余的一部分失踪军官正被困在安第斯山脉的铁矿里，而江秉辰现在应该正在加勒比海之上。苏无忌亲自去追江秉辰所在的那艘货船，而烈焰大队则是去委内瑞拉负责解救其余的军官们。早在苏无忌乘坐金明鹤的专机落地意大利的时候，烈焰大队便已经完成了集结，秘密进入了巴西境内。毕竟当时从朴善洪口中所得知的消息是，这个南离游侠曾经在墨西哥与委内瑞拉分别待过，想必黑渊对委内瑞拉的控制力极强。而巴西与委内瑞拉拥有长达2000多公里的漫长国境交界线，烈焰大队选择从巴西的雨林进入邻国，再隐蔽不过了。此刻坐在飞机之上，苏无忌的心情满是激荡。我们中途落地加一次油，到达坎昆之后需要换乘直升机。王哥拿着平板电脑，一边给苏无忌调出了周边国家的地图，一边说道：无忌，你觉得对方会把江司令送去什么地方？苏无忌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道曲线，从墨西哥的坎昆送往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沿岸，然后进入圭亚那高原，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王哥点点头，确实如此。这时候艾米拉已经打来了电话：我查到了海关记录，古铁雷斯托人放出去的那艘船是一艘5000吨左右的货轮，叫古斯特号。古希特号。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一道灵光骤然划过脑海。艾米拉查一下这艘船近5年来所有的出港情况。说着，他看向了旁边座椅上的跳伞背包，微笑道：王哥说不定这次能用得上这玩意儿了。夜色浓重，漆黑的海面上，一艘货船在航行着，正是那艘被古铁雷斯送进加勒比海的古斯特号。船头站着一个身穿黑色宽松夹克的男人，他的身材高大，肩宽背阔，正负手而立，静静望着云层中时隐时现的月色。都站那么久了，喝点水吧。又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的身材偏瘦一些，个头也很高，臂展很长，穿着一身没有任何图案的白色运动装。他的手里拿着2瓶矿泉水，递给了夹克男人1瓶。谢谢。夹克男人拧开，一口气喝了半瓶。谢什么谢，都认识好几年了，还对我这么客气。白衣男人笑着说道：你的性格很好，很热心，但我身份特殊，心中有着提防，所以不可能对你有同样的热情。夹克男人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白衣男人说道：其实我还挺期待和你成为朋友的。夹克男人说道：抱歉，
我并没有期待过。两人随后都不说话了。不过，虽然沉默着，但场面也并不算尴尬。他们又在船头静立了半个小时，白衣男人再次打破了沉默。在想什么呢？夹克男人说道。家乡。白衣男人说道。你确实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夹克男人自嘲地笑了笑。还回得去吗？白衣男人说道。只要你对黑渊忠心耿耿，就能回得去。夹克男人摇了摇头。你这句话简直是在开世纪玩笑。白衣男人说道。离开了好几年，难道不想你的儿女？夹克男人反问。难道是我主动选择离开的吗？白衣男人说道。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你才对黑渊始终心怀芥蒂。养马氏你根本不懂。夹克男人摇了摇头。不过，你这个裁决庭第二禁卫的性格，倒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白衣男人竟是裁决庭的第二禁卫。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随和的。这位第二禁卫说道。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夹克男人面无表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第二禁卫把剩下的半瓶水全部喝光，才再度开口。裁决庭风雨飘摇，早就不复往日荣光。如果不尽快做出一些成绩的话，对外事务的决策权就要被某些太子党瓜分了。更何况禁锢庭和缄默庭还紧盯着我们的对外裁决权。夹克男人说道。那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请不要用我们这个词。第二禁卫笑了笑，被屡次顶回来，他丝毫不生气，而是继续说道。就连第五禁卫阿图罗和第六禁卫麦耶斯都能被黑渊的太子党从凶羽的身边调走，我们裁决庭真是千疮百孔了。夹克男人说道。那是你们大裁决场的问题，不是你这个第二禁卫该考虑的东西。第二禁卫话锋一转，事后问道。对于新加入的这个小姑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夹克男人的语气沉沉，说道。我没有什么意见。第二禁卫问道。我想你的女儿和她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大吧？夹克男人的眼神里似乎有一道凛然的冷光闪过，他淡淡说道。我的女儿比她要好得多了。这看似平淡的语气里，似乎隐藏着一丝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骄傲。我懂。第二禁卫说道。我也有一个女儿，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姑娘都不如她可爱，但是胸羽方方面面都很不错，不是吗？夹克男人扭头看了他一眼。威拉德，你已经不自信到需要从我这里寻找认同感了吗？你既然这么问了，那么就说明你对他并不是那么的有信心。第二禁卫，真名威拉德。他听了夹克男人的话之后，点点头，说道。你的眼光依然这么毒辣，他们都说和你聊天能学到东西，果然如此。夹克男人说道。我不喜欢那个胸羽，但这只是我个人喜好，没必要因此影响黑渊的决策。威拉德问道。为什么不喜欢他？他不够善良。夹克男人说道。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还是应该有一些悲悯之心。威拉德笑道。黑渊里没有真正善良的人，除了你。夹克男人没说话。威拉德看着从云层之中透出的月光，道：或许这才是你始终无法融入黑渊的根本原因吧。夹克男人淡淡说道。也许你说的没错。威拉德说道。凶羽说过，无论谁来拦截这艘船，都要让他死在这加勒比海之上。夹克男人微微颔首。他很聪明，同样也心狠手辣。稍稍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他在给你们黑渊之前的所作所为擦屁股，起码现在看来，
这姑娘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二禁卫脸上的笑容浓郁了一些。我会把你的话转述给大才爵长的，他听了一定会心情很好的。毕竟兄宇是他选择的人。夹克男人说完便转头走向了船舱。你怎么回去了？是。威拉德喊道。夹克男人头也不回地说道：回去睡觉。威拉德看了看平静的海面，自言自语：看来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情况出现了。第二天晨光微微亮起，威拉德已经坐在货船的餐厅里吃早餐了。简单的三明治和牛奶是他这么多年来早晨一成不变的饮食习惯了。而夹克男人坐在他的斜对面，用叉子吃着面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大才爵长得知这次你也在船上，特地让兄宇在这里配备了一个华夏厨师。威拉德说着吸了吸鼻子说道：这牛肉面可真香啊。夹克男人说道：再香的面条一旦用叉子吃，香气就立刻减少一半。说得很有道理，我非常赞同。威拉德说道：但你相信我，兄宇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故意让我在这艘船上找不到一双筷子。夹克男人吃面的动作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后继续吸溜了起来。有点意思。他吃饭的速度并不快，仿佛是在认真享受着寻常的食物所带来的愉悦感。也许是个小小的暗示吧。不，威拉德说道：只要你完全对黑渊敞开心扉，那么别说是一双筷子了，你要什么他们都会给的。而就在这时候，威拉德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他接听之后立刻说道：兄宇，你说的没错，一夜无事，我们正在转向委内瑞拉的方向，以现在的航速，估计5到6天可以到达。兄宇的声音传了出来：有一架轻型飞机已经在半小时之前从坎昆港口的机场起飞，往你们的航向去了。显然他已经提前在坎昆布置了人手盯梢。威拉德笑了起来：我正觉得在海面上航行太过于无聊，来得正好。兄宇说道：以那飞机的速度，现在差不多能追上你们了。我会按照你说的意思办的，谢。威拉德说道：不管来的是谁，我都不会让他活着回去。这时候夹克男人正在喝着牛肉汤，闻言端着碗的手微微一停顿，随后继续喝了起来。他随后把空了的面碗放在桌子上，扭头对厨师说道：味道不错。厨师笑着说道：能得到您的夸奖是我的荣幸。看到夹克男人走出餐厅，威拉德也把牛奶一口喝光，将剩余的三明治塞进嘴里，跟着出去了。而就在此时，他们的视野里已经出现了一架固定翼轻型飞机，